在这个繁华都市的一隅，有这样一个家庭，他们住在最破旧的房子里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其吹倒。然而，这个家庭却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，他们实际上是亿万富翁。这个家庭的男主人，我们暂且称他为小帅，他的妻子，我们称他为小美，以及他们的儿子小马。小帅和小美为了让小马成长为一个不依赖家产的独立个体，决定隐瞒自己的财富，告诉小马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。小马这个天真无邪的少年，他的生活充满了奇遇，每天他都会在上学的路上遇到各种陌生人，他们用慢条斯理的普通话询问他各种问题，这些问题恰好是他前一天在学校学到的知识。一天，他不小心撞到了2个外国人，他们用标准的普通话询问邮局的位置。小马疑惑地回：“这不就是昨天英语老师讲的内容吗？”他指引他们一直走，左转，却在说到一半时记不起来了。这时，外国人用目光提醒他是杂货店。小马以为这只是巧合。下午放学后，小马去菜市场买猪肝，老板自称记性不好，让小马帮忙算价格。老板说4斤猪肝比猪肉便宜14块钱，加1斤猪肉总共57块6。小马心中一算，立刻得出猪肝的价格是8块6毛6。他高兴地拿着老板额外赠送的鸡蛋回家，却不知这一切背后隐藏着父母的良苦用心。小马的家，一个30平米的小房子，住着他们一家3口和双腿残疾的奶奶。每当下雨，外面下大雨，家里下小雨，冬天只能靠一个小煤炉取暖。小马从小就很懂事，每天早起劈柴为奶奶熬药。水管拧到 0.5毫米处，水压边一点都没有，他每天只能接满第2天要做的饭的水。同学们都知道他家的贫困状况，因此都不愿意和他玩。有一天，一位暴发户家长看不下去，想要资助小马上学。小帅一边挠头，一边拒绝道：“我们家并不缺钱，你们看到的这个装修风格，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种选择。”暴发户瞬间懵了，没见过专门喜欢过穷日子的人。这时，小美从厨房走出来，邀请暴发户喝咖啡。暴发户更加困惑了，这到底是咖啡还是毒药？小美接着点燃一根雪茄，说这是高希霸，1000块一支。暴发户半信半疑的接过来，怎么感觉这家人在骂我呢？小美还对他说，以后事业上有什么难题，就来找我家老马。暴发户彻底蒙圈了，不是这家人没钱装什么大款，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话已至此，小帅想要赶走暴发户，但看了奶奶一眼，只听咚的一声，奶奶倒在地上了。下一秒，暴发户屁股一塌，椅子碎了，憋着一肚子火，带着儿子和班主任离开。结果一出去，便看到一辆2000万的大豪车，这车的主人正是小马的父母。原来，小马的父母不仅是不穷，甚至是当地首富，他们白天装穷，晚上就坐豪车。回到老家1000多平米的豪宅，这间破屋子也另有玄机，厨房和卫生间里都有一个个隐藏的隔间，里面有厨师和保姆为他们做饭洗衣服，而衣柜后面藏着一个地下室，这里有10几个专业教育人士，专门策划小马的成长之路。因为小帅小时候家里很穷，都磨练出他吃苦耐劳的品质。他始终相信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，同时也害怕小马败光家产，所以才故意装穷，磨练儿子的优秀品质。这些都是小马父母的员工，大家在2个院子里，只要小马下学回到家，他们就会立刻大声讨论各种关于知识的话题。王姐，为什么我们洗衣服要用搓衣板呢？另一个女人回答道，这是一种物理原理，上面的凸起和纹路可以增加手和衣物的摩擦力。另旁写毛笔字的大爷总会在小马经过他时念一句诗词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书店老板一见到小马，就开始一边陶醉的读书，一边伤心落泪。小马问他是不是生病了，老板表示这书写的太好了，他是在讲一个贫苦的孩子最终成为钢铁侠的故事。出去买菜时，卖菜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外国人，用英语问他想买点什么。小马磕磕巴巴的说土豆和茄子，外国老板说一共3块5。小马想了一下说能抹个零头吗？给3块钱得了。晚上睡前，全家人一起捧着书陪他看书。睡觉的时候，对面还有人给小马弹钢琴曲，为他陶冶情操。小马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的前途，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，
而小马的姥姥姥爷不忍心让外孙受苦。这天趁小马过生日时，姥姥哭着告诉他，你不是穷孩子，你小时候有7、8个保姆在旁边伺候你，你最喜欢的就是咱们家的大泳池。小马爸脸色一变，拿起蛋糕砸在文母娘脸上，强行拖儿子拐道以示。小马反问父亲姥姥说的泳池在哪？小马爸赶紧打马虎眼说洗澡堂子。姥姥看到这一幕什么都不管过了，直接朝卧室大喊，你爸是大款呐，老有钱了。马奶奶赶紧招呼人把他带走，但还是防不胜防，老爷一劈天灵盖给小马塞了200块钱。事后小马爸怕儿子发现端倪，说刚才姥姥姥爷在跟他玩过家家，对于一个上小学的孩子来说足够糊弄过去了。经过日积月累的磨练，小马已经成长为吃苦耐劳且品学兼优的好孩子。接下来就是诱惑训练。小马爸拿出一个盒子，对儿子说，这里存着1700块钱，是家里的所有积蓄，所以从今天开始便由小马负责家中一切开销。小马看着这些积蓄，心中有些难过，原来家里这么穷。晚上父亲在家里修房屋，他看到父亲的鞋，开了口说自己要早睡。小马妈问儿子为什么不看书，他表示明天要去早市，早市的菜便宜，我要攒钱给我爸换双新鞋。小马爸顿时感动坏了，他就知道自己没有白装穷，爸这双鞋还能穿好几年呢。可小马爸万万没想到，就是这句话出了事儿，自回头便买了一个平板电脑，躲在厕所里偷玩游戏。他们在监控中看到，小马玩完后用塑料袋裹住，再放到马桶里。小马妈得知后瞬间慌了，难道这几年的穷都白装了？小马爸继续发力，把扒鞋上的口子朗朗一撇，在儿子身边溅起了踢踏舞，差点把鞋都甩飞了。结果儿子心里稳的一批，小马妈索性直接开口问，你给你爸买的鞋呢？儿子直接反驳道，我爸不是说还能穿好几年吗？小马爸非当一声跪在了地上，都怪自己这张破嘴。儿子听到声音转头看向他，小马爸灵活应对，给妻子腿还疼吗？但他始终不相信儿子会自甘堕落。平时小继业在外面的一举一动都有保镖在时刻监视。奶奶从监控中发现卖给小马平板电脑的商店广告，上写着7天无理由退款。这下就能理解了，小马毕竟是小孩子，有想玩的心很正常。只要7天之后小马把鞋买回来，就证明他还是个好孩子。放肆，小马爸又加了把火，说家里没钱了，要到外地去搬砖。临走时故意动了动那双穿着破鞋的腿，让小马心生惭愧。而妻子一把抱住他，说爱马仕 K 橙色荔枝纹。随后小马爸告诉儿子，你是男子汉，要照顾好家里的2个女人。然后赶着毛驴踏上了打工之旅。而那双破鞋的鞋底子在这一刻掉了下来，但这头驴子仿佛感受到小马爸在骗人，直接带他上网，高速停都停不下来。而小马觉得很惭愧，便把平板电脑拿去退掉，结果老板一看说进水了，坏了不能退。小马瞬间痛哭起来，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了，但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。小马灵机一动，带着妈妈和奶奶去了海底捞，在排队时拿了一堆免费小吃。店员看到这一幕，以为他们也饿得不行，更让旁边的客人把位置让给他们。客人立刻表示，快让给他们吧。眼看快吃饱了，小马妈觉得这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，马奶奶也丢不起这个人，于是趁继业去拿食物的时候，她搬起轮椅就跑。马奶奶觉得这种贪小便宜的心理绝对不可取，所以晚上在继业面前，她装模作样的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，然后吐出一口番茄汁，吓得继业嚎啕大哭，以为奶奶得了绝症。奶奶趁机教育他，人无信则不立，人不成不可交也。继业在心中发誓，再也不敢乱卖东西了。可是平板电脑没法退，他又不能去打童工，无奈之下，继业只能去垃圾桶里捡瓶子，结果被同学发现了。他们把瓶子都扔到了地上，然后团团围住继业，唱起了极尽嘲讽风的歌谣。继业的父母在监控中看到这一幕，非常愤怒，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，凭什么让自己的孩子捡垃圾？继业爸便拿起一个爱马仕包包放到妻子手里，结果却被他扔到了脖子上。继业妈回过神来，看着她最喜欢的包包，瞬间冷静下来，听到丈夫说，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自尊心一文不值。她怕儿子以后继承家业后，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，就再也无法保持内心的纯良。继业妈瞬间消了火。正当两人说话时，马奶奶脸色一变，
他看到季业钻进了一家便利店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收银台里的钱。所有人为他捏了一把汗，怕他在极端条件下会丧失做人的底线。这时季业回头看看老板，然后伸出了手。就在所有人以为他要偷钱时，季业一把关上了收银台，说以后一定要关好门，要不然钱就被偷走了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。随后，季业又遇到了一个外国人，对方看到他在捡破烂，便说自己那里有好多塑料瓶。季业便跟他离开了。对方把他带到一家酒店，给他点了一桌子好吃的，说吃了好吃的就得跟他去见一个人。然后季业见到了一个长着男人面孔的女人，他很有眼色的打招呼：“阿姨好。”男人一脸不爽的说：“阿姨在哪呢？”季业赶紧改口：“哥哥好。”长着男人面孔的女人掏出1万块钱，说要高价回收这些塑料瓶，但她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想让季业洗个澡。难道他是人贩子吗？还是说他有恋童癖？而负责跟踪季业的人以为刚才的外国人在为季业雇英语练习，便回到了地下室。马奶奶问季业人呢？这下他们才反应过来，季业被人给绑架了。季业父母立刻带人冲进酒店，手下将外国人一脚踹翻，然后冲进浴室看也不看，又踹了长着男人面孔的女人一脚。季业爸赶紧把儿子捞出来，这时长着男人面孔的女人被扼住喉咙，赶紧喊了一声爸爸。原来他是季业爸的大儿子，但大儿子从小娇生惯养，手不能提肩不能抗，成天好吃懒做，所以这也是季业爸要穷养季业的原因。而大儿子虽然顽劣，但没有坏心，也看弟弟为了钱天天发愁，才想着为弟弟解难，但心里也很嫉妒弟弟得到了父亲全部的爱，于是逼着父亲跟他的外国朋友道歉。回到家后，季业跟父亲承认了错误，季业爸很欣慰之，错能改善莫大焉，但犯过的错必须弥补。季业爸问儿子，哪里的瓶子最多呢？季业回答垃圾桶。季业爸表示，常规思维下，你的竞争对手也会这么想，如果要想解决问题，就必须抓住事物的本质。而瓶子在成为垃圾之前是装水的容器，而瓶子最多的地方就是人群最密集的地方。季业灵光一闪说，体育场。季业爸暖间觉得孺子可教也，于是一家人去了体育场。输掉比赛的队伍被观众不停的扔瓶子，而季业用这些瓶子卖了钱，终于为父亲买了一双新鞋。这孩子真会买，大小正好，里面还带毛。旁边的员工附和道，季业此子必成大器，前途无量啊。但季业爸怎么也没想到，儿子在看到体育场的塑料跑道时，瞬间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他每天跑着去上学，早就练就了一双飞毛腿。家里条件贫苦，如果能成为专业田径运动员，就能富裕的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过了没几天，学校田径队教练发现季业是个可塑之才，便来到家里跟季业父母商量，要让季业进体校。季业父母没想到，本来想把儿子培养成管理人才，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子呢？但看着儿子兴奋的样子，季业爸当即一咬牙，同意了这件事。季业妈觉得丈夫疯了，可到了半夜，季业爸悄悄坐到儿子床边，掏出一瓶麻药，抹到了儿子腿上。第二天一早，季业一下床便摔到了地上，父母赶紧把他送到了全市最好的甲级医院。医生一副手忙脚乱的样子，一看就是个托。季业妈暖间便看出来了，她冷冷的对丈夫说，你这个甲级医院真是甲级了。医生掀开季业的裤腿，2个指头一捏，脸色瞬间沉重下来。孩子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不能当专业运动员的病，然后解释道，这个病不会影响日常生活，但绝对不能当田径运动员。点名重点，直指要害，就算是华佗在世也不敢这么断定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糊弄一个小孩子足够了。季业爸瞬间表演起来，一拍腿，2鼓掌，3苦恼，痛心得不能再痛心。而季业听到这个消息，伤心的倒在病床上哭泣。哭过之后，反而还去安慰父母，虽然上不了体校，但我还能捡瓶子，长大了还可以去打工。季业妈顿时释然了，第一次觉得自己顾的这一切其实是错的。季业爸趁机会教导儿子，只要你能考上全国最好的清华北大，就能改变贫穷的命运。季业重新点燃了对生活的渴望，他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给父母争气。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经此一事，季业爸给儿子买了辆自行车，
怕儿子天天跑步上学，再想起不能当运动员的事情。季业每天上学的时候，还会顺带带上住在隔壁的女同学，而带着带着，就一路带进了重点高中。女同学叫小菲菲，喜欢跳舞，同学们看两人天天一起上学，都管他们叫破马张飞组合。季业爸得知后，害怕儿子早恋，直接走后门，让小菲菲提前被舞蹈学院录取。季业得知他要去舞蹈学院后，露出了一脸难尽的表情，因为小菲菲跳舞从来没踩到点上，下一秒钟他就被小菲菲一巴掌扇到了地上。而上了高中的季业还是天天被问问题。隔壁木匠的叔叔问他，有一块木材长2米，直径30厘米，你帮叔算一下，半径6厘米比半径8厘米，能多做多少个球？季业已经习惯了，也立刻在黑板上写下公式，算出了多29个。回到家门口时，季业听到奶奶说要当掉嫁妆，为他上清华北大顾学费。季业听到后心中很有压力，感觉全家人的希望都寄予在他的身上，而他每次看到学校里的体育生拔足奔跑时，心里又止不住的向往。于是他开始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为什么他想做的事情总是会受到阻挠呢？就好像是有人在控制他的人生。季业把这个问题带给了老师，在一次公开课上，老师拿出一块石头问同学们，我能用意念移动这块石头吗？季业立刻举手回答，老师是想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老师很欣慰，夸他说得好。结果下一秒，季业话锋一转说，这个观点是不对的，也认为这个世界被外星人给操控了，天天在跟自己互动，每天都有人问他问题，还有人在监视着他，一旦自己违反了他们的意愿，他们就会操纵我的命运。同学们哄堂大笑，以为他在讲科幻小说，直接搞砸了这次公开课。下课后，季业还不依不饶地问老师，我家里条件很不好，可我依然能成为一个品学兼优、英俊健壮、多才多艺的好少年，您真的不觉得人生是被安排好的吗？老师觉得他思想有问题，当即让他回家思过。季业在心中怀疑，过去18年发生的一切是不是真的是幻觉？可就在回家的路上，他竟然看到双腿瘫痪多年的奶奶居然在打篮球。这时二人四目相对，奶奶瞬间变了脸色，慌忙从篮球场跃窜出去。季业怀疑自己看错了，在后边紧追，只见奶奶一下子来了一个大大的跨越，那动作如脱兔一般，他心中震惊不已。而奶奶慌得要死，连鞋子都跑掉了，他拼命的跑，他拼命的追。奶奶钻进一条小巷，推翻了一些障碍物，七旬老太硬是跑出了奥运健儿的感觉。好不容易追到家里，奶奶已经上了床，悠闲的戴着眼镜看报纸，气都不带喘。季业不依不饶的问道，你刚才明明在打篮球。奶奶继续装傻，你这孩子糊涂了吧，我一个老太太哪去打篮球啊？季业拿出他的鞋说，奶奶你鞋都跑掉了。奶奶心中一惊，偷偷把另一只脚缩回被子里，继续嘴硬说这不是自己的鞋。季业还是不肯放过，他进了屋子里找父母，想让他们帮自己检查奶奶的鞋，却没找到人。季业妈从监控上看到这一幕，赶紧出来为奶奶解围，却忘了摘掉身上的金银珠宝。但季业已经被吓坏了，你不是不在家吗？季业妈立刻打马虎眼说，自己一直在被窝里睡觉呢，我是掉进了平行时空。季业爸得知这件事后，心里一慌，季业现在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，没办法三言两语糊弄过去，于是他决定启动 B 计划，让奶奶彻底消失。没过几天，家里就摆上了奶奶的遗照。季业爸告诉儿子，前2天他没看错，奶奶确实打篮球了，但那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。季业彻底懵了，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。在葬礼上，大家齐齐滴上眼药水，等季业一到现场，就开始痛哭流涕。季业看到临床上的奶奶，眼泪瞬间如瀑布，做事要扑过去，吓得大家赶紧拦下他。季业摔到地上，伤心的给奶奶磕头。司仪在旁边喊错话，夫妻对拜，好像火。这司仪是刚从婚礼现场赶回来的吧？夫妻对长辈一拜，季业注意到这个异常，他一边哭一边对奶奶说，奶奶你怎么就走了呢？我还没挣钱给你买大房子呢。奶奶听到这句话，忽然流下眼泪，抽泣到不能自已。虽然季业不是他的亲孙子，但10几年的相处，早就把他当成了亲孙子。季业爸看到这一幕，赶紧扑过去大喊一声，妈，
儿子快给奶奶再磕几个。继业爸捂住他的嘴，用被子蒙上了他的脑袋，结果露出了下面的热水袋。奶奶双手赶紧向上一提，差点就露馅了。随后仪式结束，奶奶被人推走，继业回忆起和奶奶的过往，大喊了一声奶奶。这时奶奶也想到了过去，这一刻感性战胜了理智，奶奶忽然从临床上坐起，继业爸赶紧一把抱住儿子。迟了一步，只见奶奶掀开被子大喊一声继业，所有人都被震惊了。我好像听见我奶奶喊我了。继业妈赶紧扑过去，把奶奶一把按倒。妈，我再送你最后一程。终于随着一声碎裂，送进了火化间。葬礼结束后，继业才回过味来，他上网查了资料，发现瘫痪10几年的人是不可能回光返照，突然站起来打篮球的。他把这事告诉了小菲菲，还说当时他妈妈突然从房间里出现，身上带着一堆金银珠宝。小菲菲瞬间明白了，说继业妈可能出轨了，然后被奶奶给撞见了，所以就……小菲菲没直说出来，但继业已经听懂了，他觉得这个推测很可能正确，于是拜托准备转学的小菲菲帮自己跟踪母亲。很快小菲菲给他打电话说，看见他妈去了一栋别墅里，继业便立刻溜出了学校。与此同时，大儿子在别墅里抱怨父母总是偏心弟弟，老大走悲伤，凭什么不让老二走悲伤？继业爸被气笑了，字都不认全，你说他该不该偏心？继业来到别墅门口，愤怒的用力拍门，妈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下一秒门被打开，继业看到妈妈穿着一身保洁的衣服，走进去一看，爸爸也穿着保洁的衣服。儿子，你咋到爸爸？妈妈单位来了。原来刚才几个精干的保镖发现了继业后，及时报告了情况，而原本的2个保洁假扮他们也成了富豪，大儿子则被2个保镖抓到卫生间。继业刚要放下心来，却又看到了一个游泳池，他觉得这里似曾相识。继业爸还没意识到这一点，就看到大儿子从楼上跳了下来，他要告诉弟弟所有真相。继业爸面临大敌，立刻抱着继业跳进了游泳池，保镖趁机抓住了大儿子藏了起来。泳池北面来以后，继业爸对那对假富豪夫妻说，儿子太没见过世面，让他们见笑了。继业发誓，今天这个大泳池让我长了见识，我一定要考上清华北大，改变命运。继业爸感动不已，好儿子。大儿子听到这句话，流下了伤心的眼泪，在心中做了一个决定，你等着。然后车轱辘转头就买了一把锋利的白斧子。自此之后，继业天天早早就去学校，成日记本上写下了他的雄心，年级前15名不保险，还需努力，奶奶失望，不能让奶奶失望。继业父母顿时感叹道，这么看来李老师死晚了。而最后6次模拟考试，继业考了707，清华北大已经向他招手了。在高考前一天，继业爸为儿子剪了头发，祝他旗开得胜。但上午考完试之后，继业父母迟迟不见儿子出来，学校保安找遍了学校，也没找到继业的影子。继业父母以为儿子回家了，结果一回去就收到了儿子的一封信，里面是一张继业被绑架的照片。他们心中一惊，大家赶紧推测，可能是公司的仇家绑架了继业。但继业爸想到了大儿子最后说的那句话，你等着，看来是大儿子绑架了继业。他也掏出手机给大儿子打电话，都迟迟接不通，似乎一切证据都指向了有嫉妒心的大儿子。这时一个手下指着照片后面的灯塔，说到了位置，于是带领大家立刻去救继业。殊不知继业就在皇家屋顶上，冷眼的看着这一切。原来继业栽进游泳池之后，看到了下面的大白鸽图案，瞬间被唤醒了小时候的记忆，他终于发现自己的父母是首富。随后他在路上故意更改路线，发现了一直跟踪自己的保镖。为了揭开父母的谎言，他没有打草惊蛇，而是装作努力学习的样子，在日记本上专门写下了那些豪言壮语。到了高考这一天，他在答题卡上画下了那个大白鸽，纪念自己死去的童年，然后提前走出了考场，从围栏翻了出去，接着来到灯塔这里，用胶带缠住嘴巴，拍下自己被绑架的照片，连同石头一起放进书包，扔到了学校，最后把父母引出了家门。至此刻他回到家中，想到妈妈曾经突然在家里出现，便猜到了家里一定有隐藏空间，于是他在父母的卧室里找到了通往地下室的衣柜，坐着电梯来到了下面，终于揭开了这18年的骗局。继业看到墙壁上支线贴满了他的分析报告，
微表情身体技能。所有街坊邻居，路上见问题的所有陌生人，还有那个假医生等等，以及全国最好的教育专家。他的奶奶季老印在建工都有资讯阶级，他们分成了不同小组，有学科组、医疗组、安保组、监察组、刑警组，为季业的人生之路进行专业的分析，保证他能100%考上清华北大，成为最优秀的继承人。季业这才发现自己的一生就像是一部楚门的世界，从一开始就被安排好了人生轨迹。他愤怒到无法自已，搬起旁边的纸箱，狠狠地扔了过去。下一刻，奶奶出现在他身后，对他说对不起。季业冷冷地说，没关系，李老师。他的冷漠让他心痛不已。这时，他的父母也回到了这里，看到儿子发现了一切，心里顿时慌了。季业爸勉强挤出一丝笑意，对他说，不愧是我的儿子，居然把我们骗得团团转。本来打算高考之后告诉你，想给你一个惊喜的，惊喜没了，改成密室逃脱了。季业冷冷地问了一句，你们是哪位老师？他们之前没有介绍过你们。他现在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是一场醒不来的梦，不知道现实世界究竟在哪里。季业妈哭着抱住他，别吓妈妈呀儿子，我真的是你妈。可是季业爸高兴地告诉他，没错，你就是富二代，这么大的家业都等着你来继承了。但季业不为所动，钱财固然会让人开心，但这18年的磨砺早就将他变成了一个脚踏实地、吃苦耐劳、不为钱财所诱惑的谦谦君子。而不追逐钱财的人，往往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，那就是实现梦想，寻找人生的意义。可惜，他的梦想在小学6年级时就被父母亲手摧毁了。后来他想让父母和奶奶过上好日子，他的梦想就变成了一定要考上清华北大。但到头来，他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，他的心瞬间就空了一块，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季业麻木的走出了这里，他觉得这里太假了，说自己要去一个真实的地方。季业爸终于忍不住反问他，哪里不真实了？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真实的保护着你。季业觉得他的名字早就承载了父母的期望，他早该发现的。季业爸觉得儿子实在是不知好歹，那个家庭能为了培养一个孩子付出这么大的努力。但季业依旧不为所动，这下季业爸彻底爆发了。你以为是我操控你的人生吗？你也操控了我们的人生。季业回头看向大家，18年过去了，那些员工为他付出了一切，已经两鬓斑白。可他是被动接受了如山一般沉重的压力，如今他已经背负了18年，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他要去寻找自由和人生的意义。这一次，他要坚定的走自己的路。他拉起卷闸门，看到外面的小孩子在快乐的玩水，这才是他向往的人生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季业走了出去，踏进了溪流中，在里面肆意的奔跑，最终奔向了自己的心声。正如这句话所说，他强任他强，清风拂山岗。季业的父母看到儿子快乐的背影，瞬间热泪盈眶，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他们不该把自己的期待强加在孩子身上。季业爸大吼一声，晚上还回不回家吃饭了？这是父母的道歉方式。与此同时，大儿子带着小字脸一起登上了雪山之巅。老马，我不需要你瞧得起我了。他终于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窝囊废。虽然他很顽劣，但对所有人一直保持着善良的心。到了第2年，季业再次参加高考，以705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心仪已久的体育大学，成为了一名马拉松运动员。而哥哥经常去看他的比赛，眼看这一次季业就要获得冠军，但季业还是看到了旁边的塑料瓶，忍不住捡起来放到怀里。季业爸顿时一拍脑门，觉得自己确实是矫枉过正了，然后看了一眼媳妇说，如此春宵良夜，我们再要一个孩子。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还不错，可以给本频道点赞和订阅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